女孩正在准备期末考试，却被匆匆赶来的父亲拉走。临走时还告诫其他孩子，说要下雨了，赶紧回家。不顾女孩的反抗，父亲开车载着一家人离开了这里，一路风驰电掣。女孩回头看向窗外，原本晴朗的天空已经布满了乌云，暴雨很快就要降临。父亲也随即加快了车速，吩咐女孩给弟弟系好安全带。可小男孩却始终不肯，父亲不由得回头教训儿子，一家人也因此差点发生车祸。虽然逃过一劫，但此时也被大货车拦住了去路。眼看大雨即将到来，父亲带着一家人走下了高速，同时不停地催促几人加快脚步。这时雨水慢慢凝结，开始在他们身后滴落。四人在暴雨来临之前穿过了树林，来到了一处地堡。直到全家人安全进入后，父亲才向女儿解释了刚刚发生的事情。原来这场大雨中蕴含着一种可以毁灭人类的病毒，任何沾染上雨水的人都会感染毙命，而父亲就是可以拯救这一切的希望。在嘱咐女儿照顾好弟弟后，父亲穿上防化服离开了这里，因为他还有更重要的使命。而在父亲离开还不到10分钟的时间，他们就听到了猛烈的敲门声。姐弟两人还以为是父亲回来了，母亲直接告诉他们不可能，父亲不会这么快就回来，而且他可以自己开门。话音刚落，一回头发现姐弟俩就不见了踪影。与此同时，姐姐带着弟弟兴高采烈地打开了大门，而屋外身处大雨之中的男人显然不是父亲。男人抽搐着身体，一把抓住了小男孩的衣服。就在男孩快被拽出地堡时，母亲冲了出来，将男人扑倒在地。可母亲也被漫天的雨水淋透，很快全身开始抽搐，明显是感染了病毒。望着满身泥泞的母亲，女孩关上了地窖大门。姐弟两人自此过上了安定的生活。5年之后，小男孩也逐渐长大成人，可以保障一家人生活10年的物资储备却消耗殆尽。弟弟早已忍受不了这种生活，而且继续待在这里只会活活饿死。虽然姐姐拼命安抚，可弟弟却砸着玻璃冲着姐姐发泄着内心的不满，他只想离开这里。无奈之下，姐姐只能穿上防护服，鼓起勇气打开了地堡大门。搜寻了一番之后，她没有发现一个人类，也没有找到任何食物。她只能回到地堡，向弟弟讲述了外面的一切。现在活下去唯一的办法就是去往下一个地堡。听到可以离开这里，弟弟开心不已。而就在他们睡着后不久，地堡的通风口就出现了故障，发出了猛烈的警报声。姐姐也因为缺氧陷入了昏迷。弟弟一路拖着姐姐走出了地堡。姐弟二人刚走出地堡，就被一群全副武装的人们逼了回去。看着黑洞洞的枪口，姐弟两人一下就慌了神。随后领头的大壮将他们反锁在了房间，吩咐手下开始搜寻物资。可惜这里的食物早被2个吃货消耗一空，唯一剩下的一包沙琪玛还被卷毛吃了毒食。此时被关在房间内的弟弟又开始发起了牢骚，他认为这些人都是姐姐引来的，开始对他摆起了脸色。虽然姐姐也委屈不已，但身为伏地魔的他不允许自己对弟弟发脾气。眼看这般毫无收获的人即将离去，可并没有放他们出去的打算，任凭他如何解释，大壮等人也不搭理他。姐姐灵机一动，在窗户写上其他地堡还有食物，随后向大壮展示了其他地堡的地图。等大壮靠近窗户想看清楚具体位置时，姐姐却拿着平板慢慢往后退，之后更是直接摔烂了平板，然后指了指自己的脑袋，以此要挟大壮，如果想要找到食物，那就把他们放出去。迫于对食物的需求，大壮将2人放了出来。在姐姐的带领下，他们朝着下一个地堡的方向开始前进。抬头望着多年未见的阳光和树木，弟弟心头的阴霾一扫而空，连带着对身旁的小美也产生了一丝好感。突然领头的大壮好像看到了什么，急忙低声招呼同伴趴下，并用一张隔热膜迅速将几人覆盖在其中。通过小美的解释，我们得知眼前这2个从车上走下来的人隶属一个神秘组织，专门捉拿末日中的幸存者。随后其中一名男子将手中的物体随手一抛，转眼间就变成了一个无人机，并且携带热成像。他们正是通过这种方式寻找那些幸存者，而大壮等人因为隔绝了自身热量，也因此逃过一劫。可此时热成像上出现了另一个人的身影，趁着他们追赶女人的同时，大壮等人准备撤离，可姐姐却提出了反对意见，她不能见死不救，乃至大壮根本不搭理她。可意外的是，小美这次竟然也站在了姐姐这边，理由是对方只有2个人。说完就带着姐姐一路追了过去。大壮等人无奈只能紧随其后，而那个正在疯狂逃命的女人，在越过一条水沟时明显高估了自己的实力，一脚踏入了水中。好在2名追赶而来的神秘人并没有注意身后，被大壮轻松干掉。而看着对岸拼命从泥沟爬上岸的女人，腿上已经沾满了泥水，再看着上游倒在岸边的动物尸体，大壮心里明白这个女人已经被感染了。为了不让她带着病毒感染其他人，他直接将女人击毙。听过大壮的解释，姐姐也无话可说，而弟弟对身旁的小美越发的感兴趣，只顾着抬头和对方聊天，自己却不小心一脚踩进了水坑。听到动静的大壮二话没说，直接举枪对准了他，而伏地魔直接挡在了枪口面前。最后还是小美戴上手套脱下了弟弟的鞋子，发现积水并没有渗透进去。同时前方探路的卷毛也带回来了好消息，说他已经找到了地堡。姐弟俩这才逃过一劫。来到地堡跟前，姐姐在巡视了一圈之后，用自己的掌纹打开了地堡大门。虽然姐姐也奇怪为什么自己会有权限，但是面对这个差点杀了自己弟弟的人，她也懒得解释。地堡里储存的物资也没有辜负他们的期待。看着仓库里堆积的物资，众人兴奋不已。
而姐姐则是找到了这里的控制器，激活了地堡里的所有设备。就在她准备离开房间时，无意间发现了一个正在充电的手机，仔细一看，屏保竟然就是姐弟俩的照片。她发现这竟然是父亲的手机，姐姐立刻拿着手机找到了弟弟，告诉他父亲肯定来过这里，并且她还在手机中发现了一条视频，从中他们得知父亲应该就在瑞典公司总部研究这种病毒的解药。在向大壮打听了行进线路之后，姐弟两人踏上了寻父之路，准备找到父亲后再好好坑他一把。几天之后，两人终于来到了已成为一片死寂的城市，这里的繁华热闹已经不在，到处只剩下废弃的汽车和漂浮的垃圾。出于好奇，杰克走进了一辆翻倒的公交车内部，可不久后，他们就惊恐地发现窗外出现了几个模糊的人影，没想到竟然是队友小美和牙套妹几人跟了过来。他们觉得露丝有种特殊的魅力，坚信她能带领大家摆脱危机。而此时的马丁队长想必已经哭晕在厕所，这才短短几天，自己的队员们就认了新老大。紧接着，几个趣味相投的年轻人开始兴致勃勃地在城市里探险。他们走进了一家快餐店，拿出自己携带的食品，毫不避讳地吃了起来。可没过多久，一个持刀的中年男人就闯了进来，要求他们交出食物。几人本来还有些不情愿，可男人直接一把拉过了杰克，然后一刀捅在了他的肚子上。幸好放心不下的马丁队长及时赶到，男人这才落荒而逃。但受伤的杰克忍不住发出了阵阵惨叫。为了避免引来更多的饥饿人群，众人只好用超市的小推车推着杰克逃离了这座城市。露丝想起这附近还有一个地堡，可当他们来到此处时，却发现地堡的大门已经被人破坏了，里面也被洗劫一空。但现在情况危急，他们也只能暂时安顿下来。简单处理了一下杰克的伤口，马丁队长找到了露丝，他拿出一个从清除者身上搜到的球形装置，打开一看，上面俨然是一幅地图，而且地图的顶端清晰地显示了一堵墙。马丁分析，他们现在所处的应该是一个疫情的隔离区，而在墙的后面可能存活着更多的人群，这也印证了露丝父亲正在研制解药的说法。于是两人决定携手带领大家穿过这堵墙回到安全区。可由于缺少药品，杰克的伤口已经发炎了，如果得不到及时救治，将极大可能危及到他的生命。露丝为了救治自己心爱的弟弟，请求队长帮忙把他们送往隔壁的小镇，因为那里据说有一名医生能够为弟弟进行手术。可从杰克目前的状况来看，肯定是无法进行长途跋涉的。为了找到能行驶的交通工具，他们只能把主意打到了清除者的身上。随后，露丝一个人来到了空旷的街道上，果然没过多久，清除者的无人机就锁定了他。露丝一路小跑，成功把无人机引到了一栋废弃的大楼。几秒钟之后，一辆悍马车便朝他驶来。3个持枪的清除者将要对他进行抓捕，可就在这时，无人机突然被击落，随后大家一拥而上，将清除者成功制服。但这里我忍不住要吐槽一下，3把枪竟然打不过一群铁棍，不得不说编剧太牛了。随后，马丁队长开始向清除者逼问地图上的信息，可却始终无法让他们开口。于是露丝走了过来，他想用真诚和爱来感化这几个清除者，结果却被狠狠嘲笑了一番。这时，卷毛突然发现其中一个人手上有蛇形纹身，他急忙通知了马丁队长，并强烈要求处死这几个人。众人都对此感到很诧异，他们不理解为什么脾气一向很好的卷毛会突然爆发出如此强烈的杀心。原来，在加入求生小队之前，卷毛曾眼睁睁看着清除者将他的父母杀害，而且行凶的男人就拥有着这样的蛇形纹身。他和妹妹躲在小房间内才逃过一劫，可为了防止妹妹发出喊叫，他死死地捂住了妹妹的嘴巴。直到清除者离去，他才发现妹妹已经永远失去了呼吸。从那时起，他就下定决心，以后一定要想办法报仇。可露丝却对此毫不知情，他觉得马丁队长实在太过冷血，于是一路上对着他冷嘲热讽。众人见此情形，也都陷入了沉默。可只有马丁队长自己清楚，他深深受到了露丝的影响，并没有对那3个人痛下杀手。可他万万没有想到，自己一时的心慈手软，却在不久后直接导致了一个队员的牺牲。在行驶了几十公里之后，众人终于抵达了目的地。他们通过清除者的热成像无人机找到了医生的具体位置，可就在准备敲开房门时，一杆猎枪却突然伸了出来。不管露丝几人如何解释，女医生苏菲还是不为所动。直到马丁队长扶着虚弱的杰克站了出来，他的面色才稍有缓和。医者父母心，苏菲最终还是为杰克进行了手术。可在接下来的几人闲聊过程中，露丝无意间说出了自己父亲的名字，而苏菲听到后明显面色一变。随后，他故作镇定，告诉杰克还需要打一剂消炎针，并安排求生小队的众人在此地等候。接着就带着姐弟俩来到了附近的一处庇护所，而这里竟然也有着一个地堡。苏菲熟练地把手放在了感应处，不久后就成功获得了进入许可。这一幕让姐弟俩非常诧异，可苏菲却对他们解释说，自己也曾是阿波罗公司的员工。那么问题就来了，露丝的父亲是公司的高级科学家，照理说员工们都应该认识他才对，可苏菲却口口声声说自己并不认识。看来这里面有很大的隐情。几人来到地堡，苏菲示意杰克躺在手术台上，并以防止他乱动为由，把他的手脚都绑了起来。露丝感到越发不对劲，但苦于没有理清任何头绪。就在两人还在交流之时，苏菲却一步步靠近，一把将他推到墙上，并掐住了他的脖子。而另一边，求生小队还在焦急地等待着姐弟俩。
隐约间外面传来了汽车的声音。马丁走到窗边一看，发现竟然是清除者找到了这里。卷毛纹身也走了过来，在看到那个有纹身的清除者后，他震惊地质疑队长为什么没有杀掉他。随后不顾两人劝阻，取下苏菲医生的猎枪，并朝外冲了出去。随着清除者一步步接近，马丁队长也举枪瞄准。可此时卷毛已经走到纹身男的身后，而且二话不说直接开枪，枪声惊动了其他的清除者，纷纷朝他涌来。卷毛在被捕前朝马丁队长看了最后一眼，接着就被按倒在地。帽子哥一把夺过了冲锋枪，把陷入呆滞状态的马丁队长叫醒了过来。几人一起慌忙逃离了现场。镜头一转，露丝姐弟此时已经被苏菲给控制住，可他们并不了解对方这么做的原因，直到苏菲说出了事情的真相。Jag sa till dem att det var farligt. Man kan inte angripa naturen utan att förvänta sig att den slår tillbaka, men de lyssnar inte. Han och Sten, han dödade mina barn. 原来这一场毁灭世界的毒雨真的是父亲公司的产物。露丝还想着凭借嘴遁来说服苏菲放过他们，可这位仇恨中的母亲还是决定让他们也品尝一下中毒的滋味。她拿出针管，就在即将对杰克进行注射时，帽子哥赶到了现场，一枪直接将他击毙。可怜的苏菲最终死在了主角的光环之下。露丝捡起地上装有病原体的注射器，慌乱地塞入了自己背包。随后他们与小队会合，再次朝着茫茫野外逃去。可连番发生的事情还是影响到了众人的情绪。帽子哥找到了队长马丁，质问他为什么在关键时刻不愿出手救回卷毛。6年来他始终支持马丁的任何决定，但自从露丝姐弟来到团队，他们便遇到了各种险境，两人最终闹得有些不欢而散，这也给他们后续的逃亡笼罩了一层阴影。当天晚上，他们远远地看到了一处神秘的城堡，就在众人准备仔细查看时，一个身穿麻布衣的老头来到了他们身后。在无法确定对方是否已经染上病毒的情况下，马丁一行人对此保持着充分的戒心，可老头却随后告诉他们，这是一处天堂般的庇护所，所有的幸存者在这里都将得到妥善的照顾。众人将信将疑地走进城堡，发现这里果然有着很多面色和善的人，他们热情地邀请求生小队留下来休息。此时外面天色已晚，而且下着倾盆大雨，马丁等人也只能暂时同意留宿于此。出乎意料的是，这一夜非常平静。第二天一早，庄园里的大妈便邀请他们参观了农场。他们惊异地发现，这里不仅鸟语花香，甚至还有着各种稀缺的水果蔬菜。见此情形，众人也不由慢慢放松了警惕。随后，他们又看到了洁净的浴室，而且大妈亲自示范，向他们展示了没有被病毒污染的干净水源。直到此时，他们彻底放松下来。看来这里真的是末日环境下难得的乌托邦。可就在他们沉浸在绝境逢生的喜悦中时，马丁队长却在厨房里发现了恐怖的异常，在排水管道处发现了残留的血迹。他来到隔间，一把拉开了冰箱，然后就彻底呆住了，因为这里面竟然摆放着一具人类的躯干，怪不得他们看起来营养充足，脸色恬淡。原来这里竟然是一座吃人的城堡。可求生小队的其他人对此却一无所知，反而对即将开始的盛大晚宴充满了期待。自从那场毒雨降下之后，他们已经6年没有吃过肉了。随着餐盘打开，一勺勺格外诱人的肉块盛到了众人的碗里，他们迫不及待开始品尝，脸上露出了满足的笑容。可接下来，胡子老头却让他们开始抓阄。求生小队的成员对此感到莫名其妙。胡子老头解释说， Och nu är det dags för oss att hitta nästa person som ska göra oss lyckliga med sin kropp. 直到此时，他们才意识到自己刚刚吃下的竟然是人肉。帽子哥直接开始呕吐，可城堡里的其他人却安慰他们说，只要习惯就好了。露丝马上想要逃跑，但却被胡子老头按住了。只要吃过了肉，那就成了这个大家庭的一员。在下一个奉献者选出之前，任何人都不准离开。就在此时，马丁队长赶了过来，他想要擒贼先擒王，只可惜城堡里的人已经拿走了他的冲锋枪。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抓阄将在诡异的气氛中继续进行。露丝哆哆嗦嗦地打开了自己的阄，还好里面是一片空白。可牙套妹就没有这么好的运气了，里面赫然包着一朵花蕾，这是成为下一个奉献者的标志。紧接着，2个和善的人将他抓住，准备温柔地送他上路。可危急关头，大妈却站了出来，她用自己的阄和牙套妹进行替换，只因为2人在这段时间内非常投缘。她从牙套妹的身上看到了自己已死去多年的女儿的影子。就这样，大妈代替她慷慨赴死，而胡子老头也找到了下一个牺牲者，因此同意放在场的所有人离开。可除了求生小队之外，其他人却依旧沉默地坐着，他们早已习惯了这样的生活。求生小队连夜逃离了这个恐怖的城堡，在第2天早上抵达了一处农家短暂休整。马丁和帽子哥坐在波光粼粼的湖边，他们无法想象在如此优美的环境之下，仅存的人类却变成了同类相食的野兽。可还没来得及好好感慨，从清除者那里缴获的通讯器便传来了说话声，他们只能继续启程，前往下一个地堡寻找食物补给。而杰克却因为伤势加重，执意留在此处等他们回来。小美为了照顾他，也选择留下，可他没想到，这次短暂的分别却成了永别。经过几个小时的翻山越岭，马丁等人抵达了下一个地堡。他们进入到其中，
发现这里有人生活过的痕迹，从现场遗留的物品判断，应该是一对父女。几人找到了一些食物，可正准备离开时，帽子哥发现了一台平板电脑，里面有数百个视频存档。众人拿过来一看，发现都是一些实验时拍摄的视频，里面清晰的显示一名男子在椅子上接受了病毒注射。科学家拿起无线电向总部汇报情况，而与他通话的那个人竟然是露丝的父亲。就在两人以为已经成功找到了抗体时，受测试的男子却突然开始抽搐，短短几秒钟后就毒发身亡。可露丝父亲却没有叫停实验的意思，他安排了下一个测试者，正是那个已经失去父亲的8岁女孩。露丝的世界观崩塌了，她无法想象自己说要拯救世界的父亲，竟然一直在做着人类活体实验。帽子男忍不住骂了一句，可露丝还在色厉内荏地为父亲辩解。眼看两人越吵越凶，马丁队长连忙阻止了他们，眼下只能先赶回去和杰克两人会合，再想办法找到阿波罗公司的总部。而另一边，杰克见众人离开后，却再也没有了丝毫痛苦的表情，他向小美展示了自己的伤口，明显已经快要愈合了。之所以留在此地，只是为了创造自己和小美独处的时间。于是情投意合的两人开始了没羞没臊的生活。外面下雨了，就躲在屋内跳着欢快的舞蹈，情到深处更是忍不住互相拥吻。可他们没有注意到，房顶的木板此时却开始渗水，紧接着一滴雨水掉落到了小美的脸上，她害怕极了。一旁的杰克连忙上来安慰，为了表现对爱人的忠诚，他不顾一切亲吻了小美。如果要死，那也一起死。两人安静地躺在地上，点上蜡烛等待死亡。可几个小时之后，杰克竟然平安无事地醒了过来，他连忙赶走了身边的野狗，然后想要叫醒小美，可翻过来一看，发现她已经死去多时了。而另一边，露丝正在为刚刚冲帽子哥发火而道歉，可没想到帽子哥一把将他推到了外面的雨水中，这可是毒雨啊！露丝怎么也想不到对方竟然想杀掉他。马丁队长闻声赶来，也被现场的一幕震惊得说不出话。他早就爱上了这个坚强的女人，现在却只能眼睁睁看着她暴露在雨水之中，而且为了避免传染，自己还不得不朝她开枪。就在陷入两难之时，牙套妹用身体挡在了露丝前面，她无法眼睁睁看着队友们自相残杀，于是一步步后退，最终也进入了雨水之中。马丁队长此时的内心无比复杂，自己真的能朝他们开枪吗？不，他做不到，眼下只能先把他们关进地堡的实验室，如果真的出现症状再做打算。可等了很久，两人依然没有任何发病的征兆。难道说6年之后的这场雨已经没有了致命病菌？为了验证这一点，他专门喝了半瓶酒给自己壮胆，然后大步走进了雨水中。冰凉的雨滴洒在脸上，可并没有带来任何不适。直到此时，几人才终于确定雨水已经完全没有毒性了。他们兴奋地在雨中奔跑呐喊，疫情终于过去了，美好的新世界就要到来了。可没过多久，杰克抱着小美的尸体找到他们，几人再一次陷入疑惑，既然雨水已经不再致命，那为什么小美还会死去呢？而且杰克并没有被感染，难道说他的身上竟然有抗体？在这些疑点解开之前，他们也只能先把杰克关进了实验室。可杰克却对此非常抗拒，他始终不愿相信小美已经死去，并对众人的冷漠感到非常愤怒。就连姐姐露丝想要安慰，他也粗暴地拒绝了。彻底失望的杰克从地堡中逃了出来，他返回到众人曾休息的那个小屋，用队长遗留的通讯器呼叫了附近的清除者，并透露了自己身上携带抗体，愿意配合他们进行研究。正好被马丁队长逐出小队的帽子哥此时也被清除者抓住，于是他们打算一起回到总部。可另一边的露丝几人还想着救出杰克，他们费尽周折，终于成功制服了一个落单的清除者，并以他为人质，打算换回自己的弟弟。可没想到，就在双方正在进行紧张的谈判时，心灰意冷的杰克却一把从牙套妹手中抢过了那瓶装有病原体的注射器，然后朝自己的脖子狠狠扎了下去，缓缓倒在了地上。现场的所有人都惊呆了，我们好不容易才把你救出来，现在你却以这样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可就在他们为此感到伤心难过时，杰克却像没事人一样又爬了起来。清除者马上上前查看，却被杰克一把掀开。这超乎常理的一切只能说明杰克真的是病毒的抗体携带者。这样一来，熊孩子杰克反而成了世界的救星，因为只要从他身体中提取出抗体，那么不久后就能成功研制出疫苗。事到如今，大家决定跟随清除者一起返回阿波罗公司的总部。可临行前，一位清除者为了感谢杰克即将为人类做出的重大贡献，用自己家乡的礼仪亲吻了他的额头。结果不久后，他竟然也被感染了病毒，而且很快就稀里糊涂地死去了。车上的众人对此还一无所知。经过一番长途跋涉，他们终于来到了地图上的那座巨大的城墙，这里就是制造了灭世病毒的阿波罗公司总部。经过重重检疫和消杀，几人终于进入了这座庞大的建筑。露丝姐弟俩也见到了已经失联了6年的父亲，久别重逢之后，自然少不了一番寒暄。露丝也终于可以卸下肩上的重担，再也不用成为那个舍命保护弟弟的坚强女人。可没想到，父亲早就知道了弟弟杰克身上发生的一切，因为在6年前，杰克不幸患上了重病，常规的医疗手段根本无法
法治愈，父亲只能险中求胜，用还在测试之中的新型病毒对他进行治疗，结果竟然真的成功了。但不久后就降下了那场毁灭世界的毒雨。父亲知道杰克的身上已经有了抗体，可提取抗体会再次危及到他的生命。为了保护自己的孩子，父亲悄悄把地堡封闭，并骗过了同行的工作人员。此后，他在全世界范围内寻找其他的幸存者进行抗体研究，为的就是保住杰克的性命。只可惜没有取得任何进展。谁知现在姐弟俩竟然主动来到了公司总部，哪怕这位自私的父亲再有心袒护，也只能接受杰克即将被研究的事实。工作人员开始对杰克进行全面检查，可杰克却感到非常恐惧。虽然嘴上说拯救世界是一回事，但真正威胁到自己的生命又是另一回事了。他死活不肯张开嘴配合咽拭子测试，面对工作人员的要求，他激烈反抗，甚至一口咬伤了其中一个医生的手掌。等父亲赶到实验室时，发现女医生已经毒发身亡了。父亲大吃一惊，连忙询问杰克发生了什么事，可杰克却支支吾吾说不清楚。他只能重新取出一根咽拭子，并让杰克张开嘴配合采集。这次杰克倒是没有反抗，父亲成功获取了样本。他拿到显微镜下一看，却不由得深吸了一口气，原来病毒竟然变异了。此时的杰克已经变成了一个集超级病毒于一身的毒王。他急匆匆地走出了病房，向公司老板汇报了这个情况。眼下已经没有研制疫苗的可能性了，甚至还有可能让总部的所有人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老板对此也表达了遗憾，但同样身为科学家的他，明确告诉父亲，为了防止危机出现，现在只有忍痛把杰克杀掉了。这一切都被躲在门口的露丝偷听到，他悄悄就走了杰克，与马丁队长一行人会合，准备逃离这个是非之地。可没想到，他们才刚刚跑到出口，就被一个身影拦住了。为了保护末日里仅存的人类，这一次他只能强忍悲痛，大义灭亲。可求生小队的其他人并不了解其中的缘由，马丁队长更是挡在了枪口前面。他想要带领自己的队员安全离开，可他低估了这位父亲的决心。一声枪响，马丁直接被击倒在地，露丝彻底被吓呆了。他无法理解和蔼的父亲为什么会性情大变。就在他把枪口再次指向弟弟时，露丝飞身扑了上去，一把将父亲推倒在地。众人趁机扶起马丁队长，连忙逃走。他们冲上了一辆悍马车，在父亲绝望的呼喊声中扬长而去。可离开基地没多久，他们就遇到了一群拦路的士兵，为首的正是带他们返回基地的那个清除者头目。露丝急中生智，他判定对方不敢贸然发起攻击，因为车里还有着他们想要的杰克，于是决定一起下车和对方进行谈判。从清除者头目的口中得知，他们所有人都被露丝的父亲植入了一种病菌，只能在隔离区的范围内活动，一旦穿越身后的巨墙，那么病毒就会爆发，杀死宿主。众人当然不相信他的一面之词。可不久之后，马丁等人就发现自己的脖子处起了很多红疹，这正是病毒将要爆发的先兆。看来这一切都是真的，唯一没有中毒的就只有露丝。虽然万分不情愿，但大家最终只能坦然接受了这一结果。他们希望露丝能够穿越巨墙，顺利到达安全之地。可再三犹豫之后，露丝还是不愿丢弃这群同生共死的伙伴，她决定留下来，和众人一起想办法解除他们身上的病毒。哪怕往后依然要在疫区挣扎求生，但她也不会后悔，因为末日环境下的友谊早已超越了一切。眼见求生小队回心转意，清除者头目也终于松了一口气。只要杰克还活着，那总有一天会研制出拯救世界的疫苗。可惜他并不知道，此时的杰克已经再也无法为他们提供抗体了。第一季到此结束，你们知道杰克后面怎么样了吗？这部剧前半段剧情紧凑，但后半程略显拉胯。可它深刻地阐释了一个道理，那就是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如果病毒得到了正确的运用，它会成为无数重病患者的福音；可如果被阿波罗公司老板这样的野心家使用，就会为整个人类社会带来深重的灾难。科学不应成为任何人统治世界的工具。